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吕雨嫣站在衣帽间的镜子前，轻轻抚平连衣裙上最后一丝褶皱。这件浅米色的连衣裙已经穿了3年，领口有细微的磨损痕迹。她望着镜中素面朝天的自己，想起等会要见的闺蜜朱新月，心里泛起一丝涟漪。朱新月上周刚从欧洲度假回来，朋友圈晒满了名牌包和5星级酒店的照片。而今天这顿饭是朱新月主动约的，说要带母亲杨玉珍一起来。吕雨嫣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衣柜里几件略显陈旧的大衣。她听见丈夫沈高峰在客厅收拾钥匙的声响，那么熟悉而令人安心。但不知为何，一种莫名的忧虑像细小的藤蔓，悄悄缠绕上她的心头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个微笑。这个微笑既要显得真诚，又不能太过热情，分寸需要拿捏得恰到好处。窗外初夏的夕阳给城市镀上一层金色，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。吕雨嫣最终选了一对简单的珍珠耳钉，这是沈高峰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。她走出卧室时，沈高峰正站在玄关处检查门窗是否关好。这个70平米的小家被夕阳染成温暖的橙色，处处整洁有序。不用太赶，预约的时间是7点，现在才6点10分。沈高峰转过身，温和的目光落在妻子身上，带着欣赏。吕雨嫣走到他身边，替他理了理衬衫领子，动作自然而亲密。新月说这家新开的墨韵轩很难定位，我们早点出发比较好。沈高峰点点头，从衣架上取下那件穿了5年的藏青色夹克。吕雨嫣看着丈夫从容的动作，想起朱新月上次见面时对她婚姻的点评：雨嫣，你条件也不差，怎么就找了这么个普通的工薪族？当时她只是笑笑，没有解释什么，有些事不值得与外人道。如今3年过去，朱新月换了2任男友，一个比一个家境优越，而她和沈高峰依然住在这个老旧小区，过着简单的生活。走吧。沈高峰伸出手，很自然地牵起她。他的手掌温暖而粗糙，指腹有长期做家务形成的薄茧。吕雨嫣握紧那只手，心中的不安稍稍平息了些。电梯下行时，沈高峰轻声说：“我查过那家餐厅，人均消费不低。”没关系，难得聚一次。吕雨嫣笑了笑，新月喜欢高档场所。沈高峰沉默片刻，只是轻轻捏了捏她的手，没再说什么。小区停车场里，他们那辆银色大众停在最靠里的位置，车洗得很干净，但细看之下，车身有几处细微的划痕。吕雨嫣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，车内弥漫着淡淡的柠檬清香，这是她最喜欢的空气清新剂味道，沈高峰一直记得。车子缓缓驶出小区，汇入晚高峰的车流中。吕雨嫣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，思绪飘向远方。她想起7年前刚认识沈高峰时，他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创业青年，而他自己也只是个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普通学生。那些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的日子，现在想来却格外温暖。在想什么？沈高峰等红灯时转头看他，眼神温柔。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。吕雨嫣微微一笑：“你请我吃的第1顿饭是沙县小吃。”沈高峰也笑了，眼角泛起细密的纹路：“你当时说蒸饺很好吃，现在也觉得好吃。”吕雨嫣轻声道：“比很多大饭店的都好吃。”车子继续前行，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各自想着心事。吕雨嫣知道沈高峰一直对她抱有歉意，觉得让她过着简朴的生活，但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，
即使最亲近的闺蜜也不理解。朱新月曾说她是被爱情冲昏头脑，她只是笑笑不反驳。有些价值不是用金钱和地位能够衡量的，她一直这么认为。莫运轩坐落于城市新开发的商业区，门面低调而雅致。沈高峰将车停在对面的公共停车场，动作熟练而平稳。他下车后绕到另一侧为吕雨嫣开门，这个习惯多年未变。这家店装修不错。沈高峰望向马路对面的餐厅招牌，暮色中莫运轩3个字在暖黄色灯光下显得格外有韵味。吕雨嫣轻轻挽住丈夫的手臂，两人一起走过人行横道。初夏的晚风带着丝丝凉意，吹动她额前的碎发。她注意到沈高峰的夹克袖口有些磨损，心里微微一酸。这个男人总是把最好的给她，自己却舍不得添置新衣。冷吗？沈高峰察觉她的轻颤，稍稍收紧手臂。吕雨嫣摇摇头，目光落在餐厅门口进出的客人身上。男士大多西装革履，女士衣着光鲜，拎着名牌手袋。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只用了多年的帆布包，这是她亲手做的，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玉兰花。沈高峰注意到她的小动作，轻声说：“你很美，不需要那些装饰。”吕雨嫣抬头对他笑笑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快到餐厅门口时，她轻轻松开丈夫的手臂，整理了一下衣裙。玻璃门映出他们的身影，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年轻夫妻。迎宾员穿着合体的制服，微笑着为他们拉开沉重的木门。“晚上好，有预定吗？”年轻侍者礼貌地询问。“朱小姐预定的，3位。”吕雨嫣轻声回答。侍者查看预约记录时，吕雨嫣迅速扫视了一眼餐厅内部。装修比她想象的还要精致，深色木质结构与柔和灯光相得益彰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，背景音乐是轻柔的古筝曲。她注意到沈高峰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“3位请跟我来。”侍者引领他们走向靠窗的位置。吕雨嫣走过时，不经意间瞥见后厨方向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但她没来得及细看，就被带到了预定好的座位。这是一张4人桌，铺着洁白的桌布，餐具摆放整齐。沈高峰为她拉开椅子，这个细微的举动引来侍者赞许的目光。“朱小姐还没到，需要先看看菜单吗？”侍者递上厚重的菜单。吕雨嫣接过菜单，指尖触碰到细腻的皮革封面。她翻开第1页，看到价格时呼吸微微一滞。最便宜的凉菜都要100多元，这远超他们平时的消费水平。沈高峰面不改色地浏览着菜单，似乎并不意外。“等朋友来了再点。”吕雨嫣合上菜单，对侍者微笑。侍者点头离开，留下他们2人在柔和的灯光下对坐。吕雨嫣望向窗外，商业区的霓虹灯渐次亮起，流光溢彩。她想起朱新月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：“这家店是最近最火的。”当时她没有多想，现在却隐隐感到一丝不安。7点10分，朱新月和她的母亲杨玉珍终于出现在餐厅门口。朱新月一身亮粉色连衣裙，手拎最新款的奢侈品包包。杨玉珍则穿着墨绿色旗袍，颈间的珍珠项链颗颗圆润饱满。母女2人的出现吸引了不少客人的目光，他们似乎很享受这种关注。“雨嫣！”朱新月高声招呼，踩着高跟鞋快步走来。吕雨嫣站起身，与朱新月轻轻拥抱，闻到浓郁的香水味。“阿姨好。”她转向杨玉珍，礼貌地问候。杨玉珍微微点头，目光却越过她，落在沈高峰身上。
沈高峰起身为两位女士拉开椅子，动作彬彬有礼。高峰还是这么体贴。朱新月笑着说，眼神却带着审视。杨玉珍优雅落座，将手包放在一旁，环顾四周，环境还行，就是位置挤了点。她评论道，声音不大不小。朱新月附和道，是啊，早知道该让我男朋友帮忙订更好的位置。吕雨嫣保持微笑，重新坐下时与沈高峰交换了一个眼神。侍者适时出现，为每人递上菜单和热毛巾。朱新月翻菜单的动作熟练而迅速，显然经常出入这种场所。他们家的黑松露焗龙虾是招牌，要不要来一份？杨玉珍轻轻摇头，龙虾性寒，我最近胃不太舒服。那试试神户牛排，听说他们家的牛肉是空运的。朱新月兴致勃勃地推荐，完全没有看价格的意思。吕雨嫣安静地翻着菜单，寻找相对实惠的菜品。沈高峰的目光在素食区停留片刻，轻轻点了下头。雨嫣，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朱新月突然大方地说，眼睛却盯着吕雨嫣的反应。吕雨嫣摇摇头，说好是我们请的，你们点喜欢的就好。杨玉珍微微一笑，年轻人赚钱不容易，还是 AA 吧。这话听起来体贴，但语气中带着微妙的优越感。沈高峰平静地开口，应该的，新月不是刚回国吗？朱新月立刻接话，对啊，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。他从包里拿出2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推到桌子中央。给吕雨嫣的是一瓶品牌香水，给沈高峰的则是一条领带。吕雨嫣道谢后接过，注意到香水是已经开封过的试用装，沈高峰的领带则是明显过时的款式，标签甚至有些破损。谢谢，破费了。沈高峰面不改色地收下礼物。朱新月满意地笑了，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欧洲见闻。吕雨嫣安静地听着，偶尔附和几句，心中却五味杂陈。她想起大学时与朱新月同住宿舍的时光，那么单纯美好。如今时过境迁，他们似乎活在了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点菜时，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沈高峰礼貌地请朱新月母女先点，他们毫不客气地选了最贵的几道。当菜单传到沈高峰手中时，他仔细浏览后选择了清炒时蔬和豆腐包。就这些吗？朱新月挑眉，高峰，你不用这么替雨嫣省钱。沈高峰平静地回答，晚上吃清淡些对健康比较好。吕雨嫣补充道，是啊，我们最近都在控制饮食。杨玉珍轻轻哼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周围的人听到。朱新月凑近吕雨嫣，用看似亲昵实则刺耳的音量说，雨嫣，不是我说你，男人不能太惯着。吕雨嫣勉强保持微笑，高峰是为我们健康着想。侍者记录菜单时，朱新月突然追加了一份鹅肝和鱼子酱，这些算我的。他对侍者说，眼睛却看着沈高峰。沈高峰没有任何不悦的表示，只是轻轻握了握吕雨嫣的手。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杨玉珍的眼睛，她嘴角泛起一丝冷笑。菜品陆续上桌，朱新月母女面前的菜肴精致如艺术品，而吕雨嫣和沈高峰这边只有简单的3菜1汤。尝尝这个鹅肝，我在法国吃过后就一直念念不忘。朱新月热情地给吕雨嫣分了一小块，动作夸张。吕雨嫣道谢后小口品尝，确实美味，但她食不知味。席间，朱新月不断炫耀新男友的家境和送礼的大方。杨玉珍偶尔插话，话语中充满对女儿成功的骄傲。找男人啊，最重要的是实力，爱情不能当饭吃。
杨玉珍意有所指地说，目光扫过沈高峰简单的衣着。吕雨嫣轻轻放下筷子，胃里一阵不适。沈高峰似乎察觉他的情绪，在桌下轻轻拍了拍他的腿。这个安抚的动作让吕雨嫣平静下来，她重新拿起筷子。高峰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杨玉珍突然直接发问。沈高峰坦然回答，还在原来的科技公司做项目经理。哦，就是那个小创业公司啊。朱新月插嘴，还没倒闭。这话太过直白，连杨玉珍都轻轻碰了女儿一下。沈高峰不卑不亢，公司发展还不错，刚接了新项目。吕雨嫣补充道，高峰团队研发的产品获了创新奖。朱新月敷衍的点头，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。谈话间，吕雨嫣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餐厅后方闪过，但她定睛看去时，那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。用餐过半，吕雨嫣试图将话题引向轻松的方向。记得大学时，我们经常在校门口的小餐馆聚餐。朱新月嗤笑一声，那些地方卫生条件多差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。吕雨嫣轻声说，但那时候我们聊得很开心，不是吗？年少无知嘛。朱新月摆摆手，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杨玉珍赞同的点头，月月现在交往的圈子完全不同了。吕雨嫣看着杯中晃动的茶水，想起那些简单的快乐时光。她和沈高峰最困难的时候，连吃碗牛肉面都要犹豫。但他们会分享同一碗面，沈高峰总是把肉全部夹给他。那些瞬间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加珍贵。其实简单的生活也有它的幸福。吕雨嫣轻声说。朱新月立刻反驳，得了吧，那是自我安慰。他转向沈高峰，高峰，不是我说你，男人要有担当。雨嫣跟你这么多年，连个像样的包都舍不得买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沈高峰平静地回答，雨嫣不喜欢那些虚浮的东西。没有女人不喜欢。朱新月斩钉截铁，只是不好意思说而已。吕雨嫣忍不住开口，新月，我真的不在意这些。杨玉珍轻轻摇头，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吕雨嫣。雨嫣，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才多说几句。女人青春有限，选错了人，一辈子就耽误了。吕雨嫣握住茶杯的手指微微发白，但仍保持微笑。沈高峰的目光冷了下来，但语气依然礼貌。谢谢阿姨关心，我会努力让雨嫣过上好日子。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够的。杨玉珍意味深长地说。这时，侍者上来添水，暂时打破了紧张的气氛。吕雨嫣借机起身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她需要离开一会儿，平复翻涌的情绪。洗手间装修豪华，大理石台面光可见人。吕雨嫣用冷水拍了拍脸，看着镜中的自己。她想起这家餐厅开业前的点点滴滴，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。但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整理好表情。回到座位时，她听到朱新月正在低声对沈高峰说话。我知道有家公司在招副总，需要我帮你推荐吗？沈高峰礼貌而坚定地拒绝，谢谢，我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很满意。吕雨嫣坐下时，感受到丈夫投来的安抚目光。这一刻，她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甜品上桌时，朱新月的嘲讽变得更加直白。她看着沈高峰点的水果拼盘，夸张地叹了口气。雨嫣，我真佩服你，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品质？吕雨嫣切了一小块芒果，平静地说，我觉得很好。朱新月摇头，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梦想吗？周游世界，享受生活。而现在你连出国旅游都要精打细算，
这就是你想要的日子。沈高峰开口：“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和节奏。”计划？朱新月轻笑：“等到头发花白的计划吗？”杨玉珍插话：“月月也是为你们好，话糙理不糙。”吕雨嫣放下叉子，银器与瓷盘碰撞，发出清脆声响。他想起半年前那个雨夜，他和沈高峰在空荡的店铺里规划未来。那些梦想和计划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或解释。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。吕雨嫣轻声说。朱新月凑近他，用看似亲昵的姿态压低声音：“说真的，你从哪个垃圾桶掏的老公，菜都只点素的真抠。”这话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邻桌的客人隐约听到。吕雨嫣的脸色瞬间苍白，手指紧紧攥住了餐巾。沈高峰显然也听到了，他身体微微前倾，眼神锐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快步向他们走来。吕雨嫣认出这是餐厅经理张文，他微微摇头示意，但张文已经走到桌前，神情恭敬地微微鞠躬：“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您朋友吗？”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餐桌上空爆炸。朱新月手中的甜品勺啪地掉在盘子里。杨玉珍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张文转向惊愕的朱新月母女，礼貌而公式化地补充：“照例免单是吧？”整个餐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一刻。朱新月的脸色由红转白，再由白转青，精彩纷呈。杨玉珍最先反应过来，强装镇定地整理餐巾。张文站在桌边，等待吕雨嫣的指示，态度一如既往恭敬。沈高峰轻轻握住妻子的手，掌心温暖而稳定。吕雨嫣深吸一口气，对张文微笑：“张经理，先去忙吧。”张文会意的点头：“需要什么随时吩咐。”他离开后，餐桌上的气氛更加诡异。朱新月终于找回声音，干笑两声：“雨嫣，这是什么情况？”吕雨嫣平静地拿起水杯：“莫运轩是我投资的。”杨玉珍失态地提高音量：“你投资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家餐厅是本市最近最热门的高端餐饮场所之一，投资额绝不是吕雨嫣和沈高峰这种收入水平能承担的。”沈高峰开口解释：“雨嫣是3年前开始策划这个项目的，我们用所有积蓄加上贷款盘下了这个地方。”吕雨嫣补充道：“装修设计都是我做的，控制了不少成本。”朱新月仍然难以置信：“可是你从来没说过，创业初期需要低调。”吕雨嫣轻描淡写：“现在刚走上正轨。”他望向窗外，商业区的霓虹灯映在他平静的瞳孔中。3年来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闪过，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亲自跑建材市场，和供应商讨价还价。沈高峰下班后就来帮忙，两人经常忙到深夜。这些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，包括最亲近的闺蜜。朱新月突然想起什么：“所以你们一直装穷？”吕雨嫣摇头：“不是装，是真的把所有的钱都投进来了。前2个月才实现盈利，之前一直在还贷款。”沈高峰握住妻子的手，雨嫣坚持要靠自己能力做好。杨玉珍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手中的餐巾被捏得变形。他想起刚才对吕雨嫣夫妇的轻视和嘲讽，如坐针毡。张文经理适时返回，手持一瓶珍藏红酒：“老板，这是开业时预留的勃艮第，需要开吗？”吕雨嫣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差不多该走了。”朱新月急切地说：“别啊，雨嫣，再坐一会儿吗？”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，语气带着讨好。
杨玉珍也挤出笑容：“是啊，难得聚一次，多聊聊。”吕雨嫣看着这对母女的前倨后恭，心中一片平静。她按铃叫来侍者：“麻烦结账。”朱新月连忙摆手：“不是说好免单吗？这多不好意思，规矩不能坏。”吕雨嫣淡淡地说：“朋友来也是8折。”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钱包，动作从容不迫。沈高峰接过账单，仔细核对后递出信用卡。整个过程自然流畅，仿佛只是普通的一餐。朱新月试图挽回局面：“雨嫣，下周我生日派对，抱歉，最近在筹备新店，可能没时间。”吕雨嫣委婉拒绝。杨玉珍抢笑着：“雨嫣现在是大忙人了。”吕雨嫣起身整理衣裙，对张文说：“张经理，麻烦打包。”指的不是那些昂贵菜肴，而是沈高峰点的素菜。这些菜味道很好，不能浪费。他轻声解释。张文立即吩咐侍者仔细打包，态度依然恭敬。朱新月看着吕雨嫣平静的侧脸，突然感到陌生。这个她以为一直活在底层的闺蜜，原来早已不同。结账完毕，吕雨嫣接过打包盒，对朱新月微笑：“谢谢今天的聚会，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”她的目光清澈见底，没有任何炫耀或报复的意味，只是平静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平静。走出餐厅时，夜空繁星点点，晚风清凉。朱新月追出来：“雨嫣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”吕雨嫣摇头：“我们散步回去，不远。”沈高峰自然地接过妻子手中的打包盒，两人并肩而立。朱新月站在餐厅门口，灯光照得她脸色苍白。“雨嫣，我之前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吕雨嫣微笑：“不会，谢谢你让我看清一些事。”这话说得温和，却让朱新月更加无地自容。杨玉珍站在女儿身后，难得的沉默着。吕雨嫣转向她：“阿姨，谢谢您的关心。”这话中的深意让杨玉珍脸色一变，却无法反驳。沈高峰轻轻揽住妻子的肩：“走吧。”他们转身离开，背影在夜色中渐行渐远。朱新月望着那对平凡的背影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不是一家餐厅老板的朋友，而是一份真挚的友情。他想起大学时吕雨嫣省下生活费帮他买药的情景，想起失恋时吕雨嫣整夜陪伴的温暖。那些记忆在炫目的物质面前变得模糊而遥远。杨玉珍叹了口气：“走吧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”朱新月第一次对母亲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反感。另一边，吕雨嫣和沈高峰漫步在安静的街道上。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？”沈高峰轻声问。吕雨嫣靠在他肩上：“真正的朋友不会以财富衡量人。”而且他停顿一下：“我想看看谁能经得起考验。”沈高峰理解的点头：“现在有答案了。”吕雨嫣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握紧他的手。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，交织在一起，就像7年来他们始终相互扶持的每一天。回到家已近10点，小小的公寓温馨如初。吕雨嫣将打包的菜放进冰箱，动作轻柔。沈高峰从背后抱住她，下巴轻轻抵在她发顶：“今天受委屈了。”他声音低沉，带着歉意。吕雨嫣转身面对他：“相反，我觉得很轻松。”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城市的夜景，目光深远。“记得我们决定创业时说过的话吗？”沈高峰站到他身边：“不忘初衷，方得始终。”吕雨嫣微笑：“是啊，今天更加明白了这个道理。”他想起朱新月最后那个慌乱的眼神，心中平静。有些友情就像过期的食物，该丢弃时就要丢弃。
沈高峰轻声说：“新店的选址，我看了几个地方。”吕雨嫣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在哪里？”他们相视而笑，开始讨论新的计划和梦想。这个小家里充满了希望和温暖的气息。与此同时，朱新月坐在豪华轿车里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。他刷着手机通讯录，发现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。那些酒肉朋友，此刻显得那么虚假和浅薄。他想起吕雨嫣最后那个平静的眼神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需要靠炫耀和贬低他人来获得。而有些人看似平凡，却拥有最珍贵的财富。夜深了，吕雨嫣靠在沈高峰肩上，慢慢翻看设计图纸。台灯柔和的光线笼罩着两人，安静而美好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充满无限可能的一天。而真正的幸福，就藏在这些平凡的日常里。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，只要彼此懂得，就足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